真的是错了。大人，元芳，有事吗？卑职是来向大人辞行的。什么？卑职无能保护大人，在厉鬼面前竟连拔剑的勇气都没有。这一次，面对厉鬼，我们都失去了勇气。我曾经信誓旦旦地说要保护九叔的安全，可是我却眼睁睁地看着厉鬼斩下了他的头颅。我狄仁杰愧对恩济庄的乡亲们。大人，是卑职无能，请大人准许卑职辞去牵牛卫中郎将之职。元芳，还记得突厥使团遇害一案吗？你身遭渊县被人追杀，大小恶战数十场，身负重伤，可你从来没有屈服过。为了自己的清白，你甘冒大险来到将帐见我，这是何等的勇气！可今天面对厉鬼，你却萌生退意，真是让我感到惊讶。大人，卑职是下级军官出身，靠刀枪挣出的功名，不管多么恶劣的环境，多么危险的情况，卑职从没有恐惧过。可是这一次，是啊，这一次我们遇到的不是人，而是鬼。大人，不是卑职忍心要离开大人，而是幽冥之事，卑职真的无能为力。今天晚上竟然是大人拔出了卑职的宝剑，卑职真的感到无地自容。我又何尝不是如此？我在恩济庄的百姓和皇帝面前都夸下了海口，声言自己能够捉鬼，那是因为我从来没有相信过这个世上会有鬼。可是我错了，现在看来，发生在4道10州的滴血雄鹰一案，就是一桩幽冥立案。明日大人便可对村民们讲明，幽冥之事并不是可以说清楚的，这不是大人的过错。就是百姓们肯放过我，皇帝也不会放过我。他已经下旨封我为抓鬼大臣，如果我无功而返，他会怎么样？君无戏言呐！元芳，我们是不是想自己想的太多了？什么无能为力，什么君无戏言，我们何尝替那些被厉鬼无辜杀害的村民们想过？我们之所以在厉鬼面前失去了勇气，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官越做越大？是不是因为我们想自己想的太多了？元芳，我觉得你我都应该找回过去的勇气。大人，我明白了。元芳，我想求你一件事。大人，您说。这一次，不管你我2人的结果如何，我们都要替恩济庄的百姓除掉这个无头厉鬼。哎，曾太呢？在东厢房。哦，曾太，所以你就投靠了梅花内卫。什么？不是吗？你就是内卫。作弊！作弊！你立即把曾太找来，我们马上回神都，连夜再看官道。
是。内卫，真的是内卫。所谓死者江小郎，其实是一名内卫首领，他的真名刻在腰牌的背面。内卫府阁领孙殿臣，他叫孙殿臣。是啊，内卫府阁领，官儿可不小啊。可这怎么又和内卫扯上关系了呢？是左臂，是你的左臂提醒了我。左臂？是啊。你做过内卫，你的左臂上有什么？梅花刺青。这就对了。本来我已经认定此案为厉鬼作祟，可是一道灵光照亮了我的脑海，那就是左臂。当时我想，假设凶手不是鬼而是人，假托前随旧事，以厉鬼作为幌子，肯定是要意图掩盖事实的真相。那么事实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？当然是死者的身份。凶手杀人后将头颅斩下，这一点很好理解，他是为了让我们无从辨认死者是谁。可是他为什么还要将死者的左臂斩下呢？因为死者是内卫，左臂上有那朵人尽皆知的梅花刺青，一旦刺青被人发现，死者的身份也就彻底暴露了。不错，想到了这一点，我忽然灵机一动，我想官道上那名死者一定在临死之前为我们留下了什么东西。为什么？你还记得在勘察官道现场的时候，我们那一番谈话吗？这样我们就可以肯定，从案发到报案，这条路上除了死者所乘的马车，没有其他的车辆经过。这条官道直通神都，非常繁忙。那么什么时候路上才没有车辆呢？神都的城门关闭以后，路上就没有车辆。那么神都的城门何时关闭？按常理说是在丑末关闭，辰时开启。那么中间这2个时辰不就正好是寅时和卯时吗？不对啊，恩师，有一点说不通啊。什么？既然城门已经关闭，那么死者为什么还往神都而去呢？即使他赶到了，也叫不开城门呢。这种行为不太合乎情理吧？原因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此人一定有办法叫开神都的城门。那么死者用什么方法来叫开城门？那方法就在你的手中。对呀，用这块腰牌，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叫开城门。想通了这一点，我越发认定上次勘察现场的时候，一定是在哪一点上有所疏漏，
致使我们没有发现最重要的证据。于是，我的脑海里不停地过着当时的情形。忽然，我想到了一个最重要的地方。什么地方？官道旁的墓碑。墓碑有什么奇怪的？墓碑并没有什么奇怪，而奇怪的却是死者在仓皇逃命之时，为什么会停在墓碑的前面？刚刚所有的这一切在我脑海中不过是一闪而过，因此我就做出了再看现场的决定。但是我并不能肯定我的判断是否正确，所以我没有告诉你们我要去哪儿，去做什么。可事实再一次证明，大人推断如神。这一块腰牌的出现，彻底打破了鬼怪之说。大人，卑职……为神惧鬼之心，人皆有之。在没找到这块腰牌之前，我也几乎相信了厉鬼作祟这一推断。可是最细微的细节，往往在关键时刻起了作用。一块内卫腰牌令我拨云见日。学生万分惭愧。你也不必自责了。此案设计之奇，真是亘古未有啊！从各个细节入手，将人引入幽冥之境，真可谓是大师的杰作。只可惜大师碰到了大人。这内卫是皇帝最亲近，也是最信任的贴身侍卫。如果说河东陇右剑南三道和这里的血案中的死者都是内卫的话，那就说明这个计划是针对皇帝的一个大阴谋。可是恩师，难道恩济庄中死去的那3位老者也是内卫？绝不会，这个案子另有蹊跷之处。要想查清滴血雄鹰一案，就必须先破解60年前江家庄中的血案。江小郎啊，江小郎，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？竟然如此神秘。今天该让狄某见识见识了吧？大人，动手吧。放倒墓碑，掘开坟地。是。